这里是经济学记90天的第3单元的串讲。第3单元覆盖了从第29讲到第52讲的内容，这总共24讲解释了4个关键词，那就是边际、需求、价格和价格管制。首先，边际的概念是贯穿了整个经济学体系的思维方法。他说的是，对于我们每时每刻都要进行比较、做出选择、形成决策的人来说，总量的概念是不重要的，平均量的概念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始终是边际的概念。人的本性到底是善是恶？这种讨论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善和恶涉及的是总量的概念，或者说是平均量的概念。经济学关心的不是给人性的总体存量做一个关于善恶的判断，经济学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改变哪些约束，改变多少，人就会朝着善的地方迈进多少，或者朝着恶的地方迈进多少。有怎样的诱惑，人就会开始作恶；有怎样的鼓励，人就开始向善。这种条件的变换量导致的结果的变换量，才是能够影响我们的比较和决策的因素，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在介绍完边际的概念以后，我们还介绍了非常重要的边际收益递减定律。这个定律说的是，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不断增加一种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收益，哪怕开始是上升的，但终有某个时刻，它会开始下降。这个定律的重点在于，带来好的结果的要素，如果无限的增加的话，它带来的好处总有一天会开始下降，会变成0，甚至是起副作用的。矮个子的动物可能容易受到欺负，个子大一点会好一点，再大一点会更好一点，但个子大到某个程度，它就一定会带来副作用。否则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会见到体积无限大的动物。所以我们也说，边际收益递减定律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也适用于动物界，甚至是植物界。第3单元解释的第2个重要的概念是需求。关于需求，我们有3条基本规律，分别是需求第1、第2和第3定律。第1定律说的是，人们会随着代价的变化而改变需求量。世界上不存在垂直的需求曲线。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仅人，而且包括动物甚至植物，都是善于寻找替代方案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某个固定的目标的话，那就很可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来。如果你非要对交通意外做零容忍，那你就只能通过零出行来打倒。如果你是一棵树，非要枝叶茂盛，那在沙漠地区就不可能存活。需求第2定律介绍的是弹性的概念，它说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需求弹性或者供给弹性都会逐渐增大。也就是说，人们的应变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当然，我们在讲需求第2定律的时候，讲了一个重要的应用，那就是法律无效定律。它说的是，无论法律或者风俗，或者强制的命令，或者突发的意外，它们对当事人所形成的影响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预期的增加，而逐渐适度地扩散到不同的当事人身上。谁承担的多一点，谁承担的少一点，跟这些冲击最初落在谁身上没有关系。结婚戒指好像肯定是男方购买的，但代价是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谁承担的多一点，要看谁更迫切地想要结婚。政府规定雇主所要支付的养老保险好像是雇主自己付出去的，但实际上是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的。谁承担的多一点，取决于谁更在乎这份工作。从这个角度看，有许多意外其实不是意外，因为人们早就预料到了，并且通过各种制度的安排，比如保险公司的合约，提前合理的分摊到不同的人身上了。需求第3定律讲的是，为什么好东西会运到远方去？
为什么几百年前出版物的平均水平比今天出版物的平均水平要高？为什么当年艰辛的丝绸之路运送的是丝绸，而不是石头或者矿泉水？当然，他也解释了，如果我们好不容易到国外旅游几天，选择好的餐厅还是一般的餐厅更合算。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核心。学完3个需求定律，你应该有一个感受，那就是经济学不是关于人们怎么生产的，不是关于人们怎么分配的，而是关于人性究竟是怎样的。第3单元的第3个关键概念是价格。价格是人类社会独有的发明创造，它是一个信号系统。这个信号系统能够最便宜的、最有效的、最不浪费的、最迅速的向社会相关的人士传递关于各种资源到底有多稀缺的信息。不仅如此，价格还能指导人们选择哪些替代方案。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指导人们怎么分配产品。而这部分的重点是，价格的这3个作用：传递关于稀缺性的信号，指导人们选择有效的替代生产方案，以及指导人们进行分配。这3个功能当中，最重要的是最后这个功能，也就是指导人们怎么进行分配。因为如果价格不能够指导人们进行分配的话，那么它前2个功能也就不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现实生活中，想要人们先把饼做大，然后再来讲分饼，往往是很难实现的。因为饼到底能做多大，是反过来取决于大家预期的饼将会怎么分的方案的。第3单元所讨论的第4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价格管制的分析。这是因为价格管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经济现象，也是许多人对它误解很深的一种现象。在这里，我们着重解释了短缺和过剩的经济学的含义。经济学对这2个概念的解释是非常独特的。我们说，当人们必须采用价格以外的手段去取得一件物品的时候，短缺就出现了。同样的，当人们必须采用价格以外的手段才能把东西卖出去，那么过剩也就出现了。这里着重要比较的是价格手段以及其他所有的非价格手段之间的区别。所谓的非价格手段，就包括了排队、找关系、论智力、评考试、论资排辈、讨论谁更需要等等。我们说，要分配一件产品，不同的分配方法就有不同的分配结果。要论公平，没有一种分配方法是绝对公平的。但是从效率的角度看，那些非货币的竞争手段往往会浪费许多社会资源，这些资源是白白的被浪费掉的，没有人获益。经济学称之为无谓的损失 （dead weight loss）。而用价格的手段进行竞争，无谓的损失就不仅会减到最小，而且往往会带来净的收益。所以我说，如果非得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经济改革的话，那我就会说，我们过去基本上通过非价格的方式进行分配，到今天我们基本上用价格的方式进行分配。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转变，带来了中国40年经济改革的巨大的成果。我们说，价格最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那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价格是一个客观世界的反应，它是被决定的。仅仅用人为的手段去调节价格，是不能够改变它背后的客观世界的。调温度计是调不了温度的，非要去调温度计，就只会产生一连串的事与愿违的后果。好，这就是第3单元串讲的内容。